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0.87，收盘价是242.1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1.10，最低价是在241.9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15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快线下穿了慢线，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信号后，在反弹后的下跌中。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也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这根蜻蜓线呢，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在日后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低，那么将会瓦解这样的一个止跌的信号。那后续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46。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6。实际在8月9日收盘价是在242.19，出现了下跌。那我们预测的下跌和实际的下跌不但在点位上相差较大，走势也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性质也不同。那我们预测的下跌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而实际发生的这个下跌不仅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样的一个收盘价瓦解了止跌信号 K 线之后呢，日后将会有继续的下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8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41，也就是下面这个缺口的上沿。那股价如果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走势我们说股价目前应该是会回补这个缺口，或者至少会测试这个缺口。对，那其中呢，我们说前低，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42这个位置呢，将会是一个支撑。对，也就是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这是唯一的一个支撑。除非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对，那否则呢，这个支撑是很容易被跌破的。好，那241如果被跌破，股价将会回补这个缺口，将会进入到更深度的回档。那一旦股价说跌破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跌破了2023年6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样一来，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那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23，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好，那当然，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呢，那么股价将会测试下方的这条我们自己定义的底高的上行的趋势线。好，那第3个目标呢，我们等股价跌破了241之后，我们再去讨论。那下行的2个目标现在是241和223。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5，是8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是前高。那股价站上它的目的就是叫反弹成功，对，所以也就是从现在股价这个位置到265啊，股价上行，我们都把它称作叫反弹。那如果也就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反弹如果能够站上265，那我们会看到，也就是股价会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这样一来呢，股价将会转为短期的多头趋势。对，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呢，股价继续向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29。那站上299.29就是要恢复多头趋势。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上涨。好，那股价一旦能够站上229，实际上我们会再来看，我们刚刚说了，股价从目前的位置到265都是反弹。那如果能够站上前高，恢复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如果继续向上，再一直到达299.29这个区间，实际上相对于4月27日以来的多头上涨，那么这个区域都是相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它都是叫反弹。对，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目标站上265可以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但是继续向上我们还称作叫反弹。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只有股价重新站上299.29才能够恢复多头趋势。对，这个多头趋势是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如果股价能够继续上行，我们说上面第3个目标再站上314呢，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一个说明。所以现在我们说股价只要出现上行，都叫反弹。那么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股价是很容易出现遇压而折返向下的。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8月10日开盘之后，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或者叫中线，它和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重合。那股价呢，我们说当日虽然是在8月9日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对，那么到了8月10日，我们把这条观察线下移，我们下移到246。我们取246是取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因为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反弹，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50%的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
这是我们给出的当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当然，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它。如果股价是低开盘或者小幅的高开盘之后啊，继续下行呢，那实际上我们要关注这个缺口。通常缺口的中线目前在238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在8月9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实体长红 K 线，收盘价跌破前2日 K 线最低。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因为出现这样的实体长红 K 线，我们会看到又有成交量略有量增，所以在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开盘在8月10日开盘即会有空头的继续加仓，因为我们会看到在8月9日在上方5日均线值在251、250这个位置是有空单布局的。那么应该如果在8月10日开盘会有空单的继续加仓进场，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所以在回补这个缺口，在到达50%、238，甚至到236这个地方呢，我们认为会有一部分空头获利出场，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得到一个短暂的支撑。对，所以空头开盘既会有入场，目标是回补这个缺口。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是在251这个位置。那同样，如果股价是高开盘继续向上，我们说在上方这个位置，空头也会有继续加仓或者建仓布局。那在这个位置，也就是250这个位置，如果还有空头进场的话，那么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8月10日，我们测算是在264附近，是在264附近，也就是第一个目标下方的一点。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7到248。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在251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54附近。第四个压力位是264到265，也就是20日均线值和8月4日这根 K 线最高的附近。这是上方的压力。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241到235这个缺口，第二个支撑是22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10日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继续下行，那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4，最低下方会到达237，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8附近。那出现这样下跌，它的条件是
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还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下方会到达240，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会回踩一点，会回补一点缺口，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46，收盘会收在24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认为有可能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0日的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